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所有台湾人都心头一紧的话题——房子。你可能以为我要说房价太高买不起，不，今天要讲的比买不起更恐怖。未来台湾的房子问题不是跌，是卖不掉。你没听错，不是便宜没人要，是根本找不到下一个接盘的人。这听起来像在说笑，对吧？毕竟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有土司有财，房子是最好的投资，爸妈省吃俭用一辈子就为了那一间房。结果你告诉我，未来这东西可能变成烫手山芋。别急，我们一步一步来拆解这个即将降临的现实。先说一个最基本的数字，台湾目前的住宅存量大约有900多万户，而台湾的总户数大概800多万户。什么意思？意思是房子的数量比住在里面的家庭还多。你可能会说，那不就是空屋嘛？空屋一直都有啊。没错，但问题是这个缺口正在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速度扩大。为什么？因为房子还在盖，但人口已经在减少了。台湾在2020年正式进入人口负成长，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这不是暂时现象，这是一条不可逆的曲线。2023年，台湾新生儿只剩下大约13万多人。你对比30年前，那时候动辄30几万的出生数，直接腰斩再腰斩。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30年后进入购屋年龄的年轻人数量只有现在的一半不到。而现在盖的那些房子，到时候要卖给谁？这就是整件事最核心的矛盾。建商还在盖，投资客还在囤，政府还在推各种重划区和新市镇，仿佛这座岛上的人口会像变魔术一样凭空冒出来。但现实是，台湾正以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速度在老化和萎缩。国发会推估，到了2050年，台湾总人口可能跌破2000万。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超过 36%。 你想想看，一个1/3以上都是老人的社会，谁在买房？我们先来搞清楚台湾的房子到底多到什么程度。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台湾的空屋数长期维持在将近100万户的规模。注意，这还只是官方统计得到的，实际数字可能更高。你走一趟台湾的乡镇地区，到处都看得到那种铁门深锁，门口杂草丛生，信箱早就被蜘蛛网封住的房子。这些房子有些是屋主过世后继承人不处理，有些是投资客买了之后发现根本租不掉也卖不掉，有些是子女到都市打拼，老家就这样荒废了。他们就像一座座沉默的纪念碑，纪念着台湾人口红利曾经辉煌的时代。更可怕的是，新房子还在不断冒出来。你打开任何一个房地产网站，全台湾各地的预售案如雨后春笋。台中的14期从化区，桃园的航空城，新竹的关埔从化区，高雄的亚洲新湾区，新北的三重和新庄副都心，每一个案名都取得响亮无比，什么流金岁月，什么翡翠森林，什么帝王特区，仿佛住进去你就能飞黄腾达。但你冷静想想，这些房子盖出来之后，除了第一手买的人，下一个接手的人在哪里？好，你可能会反驳说，台北永远不会跌，精华地段永远有人要。这句话对了一半。确实，极度精华的地段，像信义区、大安区那种顶级位置，永远会有市场，因为它承载的不只是居住功能，还有身份象征和资产配置的意义。全世界的顶级城市都是这样，纽约的曼哈顿，伦敦的肯辛顿，东京的港区，这些地方的房产就像艺术品，有钱人永远会抢。但问题是，台湾有多少人住在信义区？全台湾绝大多数的房子都不在这种地段。你去看看新北市的某些重划区，桃园的某些新兴社区，台中海线的一排排新大楼，高雄一些距离市中心40-50分钟车程的建案。这些房子现在靠着低总价和建商的行销话术还卖得动，什么首付只要几十万，什么月付比租金还便宜，什么买到就是赚到。但20年后呢？当周围的学校因为招不到学生而废校，当社区的商店一家接一家关门，当整条街晚上黑漆漆只剩几户亮着灯，你觉得这种房子还卖得掉吗？日本已经给我们演示了一遍完整的剧本，而且是高画质的。日本的人口比台湾早大约10年开始萎缩，
而现在日本乡下到处都是免费赠送的房子，你没看错，不是便宜卖，是免费送，送都没人要，因为接手了你就得缴固定资产税，得负担那个社区日渐凋零的公共设施分摊费。一栋房子从资产变成负债，这在20年前的日本人听来也像天方夜谭，但现在已经是他们每天都在面对的现实。日本有个节目专门介绍这种免费送的房子，画面中那些老旧的木造房屋坐落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庭院里的树木已经长到把屋顶都遮住了，门口停着一辆轮胎都瘪了的旧车，旁白轻描淡写地说，这间房子市价为0，有意者请联系。你听到这种话不觉得魔幻吗？可是这就是人口萎缩的终局。更夸张的是，日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开始推出所谓的空屋银行，专门媒合想要免费拿房子的人和急着脱手的屋主。你以为会很抢手，对吧？结果登记的房子越来越多，来领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就算房子免费，你还是得花一大笔钱去翻修，而翻修完住在一个前不驻村后不坐店的地方，工作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看个医生要开车1小时怎么办？所以很多人看了看还是摇摇头走了。这就是所谓的负动产，日本人发明的新词，意思是持有它不但不会让你变有钱，反而会让你越来越穷。台湾会不会走上同一条路？很多人说不会，理由是台湾地小人多，不像日本有那么大的乡下腹地。但你仔细想想，台湾的城乡差距其实比你以为的更严重。全台湾有超过1/3的乡镇区，人口正在以每年1%到3%的速度流失。苗栗、南投、嘉义、屏东、花莲、台东这些地方的年轻人走了就不回来，留下的是越来越多的老人和越来越多的空屋。你去南投的某些乡镇走一走，那种整条街都没有人走动的萧条感，跟日本乡下已经没什么两样了。而且台湾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就是公寓大楼的老化。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大量新建4、5层楼的公寓，到现在很多都已经超过50年了。这些老公寓没有电梯，管线老旧到随时可能漏水漏电，耐震系数根本不符合现行标准，外墙瓷砖动不动就剥落砸到路人，住在里面的多半是年迈的老人家，因为年轻人早就搬走了。你问那些老人家为什么不搬，他们会告诉你，住了一辈子了，搬不动了，也不想搬了，等他们走了，这房子谁要？这就牵扯到另一个大问题，继承。台湾的继承制度让一间房子可能同时有好几个继承人，兄弟姊妹各持一份，要卖所有人都得同意。但大哥在台北，二姊嫁去美国，小弟在高雄，光是要把所有人凑齐签字就是个大工程。要整修，谁出钱大家都觉得应该别人出，要都跟。别闹了，整栋大楼几十户都得点头，光是那个1楼的阿婆就死活不肯搬。她说她要在这里住到最后一天，结果就是谁也不动，房子就这样摆着，一年一年的废下去，最后变成一个产权混乱又物理崩坏，谁碰谁倒霉的烂摊子。你去台北的万华走走，去大同区的老巷弄转转，那些巷子里有多少这样的房子，窗户封死，铁门生锈，门口的信箱塞满了泛黄的传单和过期的账单，墙壁上的春联已经褪色到看不出字，楼梯间弥漫着一股潮湿和霉味。这不是未来式，这是现在进行式。而随着台湾的高龄化加速，这样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多。你知道台湾每年有多少房子进入继承程序吗？随着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人逐渐老去，这个数字正在快速攀升。而这些继承来的房子，绝大多数都不会回到市场上被交易，他们就这样静静的腐朽。有些继承人甚至连过户手续都懒得办，因为过户要花钱，持有要缴税，处理要费神，反正又不值几个钱，就让它烂在那里吧。你觉得这是个案吗？不，这是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现象。未来10年、20年，台湾将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继承潮，届时数以百万计的老旧房屋将涌入市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堵塞在市场里，既不被交易也不被使用，成为整个社会的沉重包袱。再来说一个更深层的结构问题，台湾人对房地产的执念，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集体的心理制约。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经历过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
1980年代到2010年代，房价长期上涨，买房等于强迫储蓄加资产增值，谁不买谁傻。那个年代，你随便在台北买间公寓，放个20年，价值翻个3-5倍是基本操作。这个经验深深刻进了整整2代人的脑袋里，变成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东西。所以，当你跟长辈说未来房子可能卖不掉的时候，他们看你的眼神，就像你跟虔诚的信徒说神不存在一样，那种不可置信混合着一点愤怒。但信仰归信仰，数学不会骗人。当需求端，也就是年轻的购屋人口持续萎缩，而供给端，也就是既有房屋加上新建案持续增加，这个市场的结局只有一个，供过于求。而供过于求的市场，价格当然会受压，但更可怕的不是价格下跌，而是流动性消失。什么叫流动性消失？就是你挂出去卖，根本没人来看，没人出价，没人接手，房子还是你的名字，价格也许账面上还没跌多少，但你就是卖不掉，你被套在里面，动弹不得。这种感觉比房价腰斩更令人窒息，因为腰斩至少你还能认赔杀出，流动性消失意味着你连认赔的机会都没有。你可能会说，那租出去总行吧？很遗憾，租屋市场同样受人口结构影响，当总人口减少，租屋需求自然也跟着降。而且你要考虑一个现实问题，台湾的租屋市场本来就很畸形，很多房东报税报得很少，甚至不报，整个市场缺乏透明度和制度保障，很多房东宁可空租也不愿意降租，因为降了就回不去了。这是台湾房东界的潜规则。但当整个市场的租客越来越少，你不降也得降，最后可能连降了都租不掉。你想想看，一栋位于偏远地区的老公寓，没电梯，隔音差，停车不便，周边连个便利商店都没有，你觉得年轻人会想租吗？他们宁可花差不多的钱去租市区的小套房。讲到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台湾社会对于房地产的讨论长期以来都聚焦在房价太高，年轻人买不起这个议题上，媒体天天报，政客天天喊，社群上天天吵。这当然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但它可能只是问题的前半段，后半段，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才是真正会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大趋势。买不起是痛苦，但至少你知道那个东西还有人要。卖不掉是绝望，因为你手上握住的东西正在一点一滴的失去意义。想想看，当一个社会有大量的房子卖不掉也租不掉，会发生什么事？首先，银行的不良资产会增加。台湾的房贷余额已经突破10兆新台币，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很多房子是拿来抵押贷款的，当房子失去流动性，抵押品的价值就成了问号。银行不会倒，但他们的资产品质会恶化，放贷会更保守，整个经济的资金流动会受影响。其次，地方政府的税收会出问题。房屋税和地价税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当大量房屋荒废或价值缩水，税基就会被侵蚀。地方政府没钱，公共设施维护就会缩水，道路不修了，路灯不亮了，公园荒废了，然后更多人搬走，税收更少，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第三，社区的维护会崩溃，公寓大楼的管理费需要住户分摊，当住户越来越少，每个人的负担就越来越重，电梯要维修，水塔要清洗，外墙要拉皮，这些费用不会因为住户减少就变少，最后剩下的人也撑不住了，管委会解散，保全撤走，大厅的灯坏了没人修，地下室的消防设备过期了没人管，整栋楼就进入一种慢性死亡的状态，专业术语叫做死亡螺旋。一旦进入这个螺旋，就很难再爬出来。日本有个词叫做限界极落，意思是老年人口超过 50%， 社区功能已经濒临瓦解的聚落。台湾现在也开始出现类似的状况了。你去看那些偏乡，有些村子只剩几十个老人，唯一的杂货店关了，公车路线砍到一天只剩2班，邮差1个礼拜才来一次，连里长都找不到人当。这些地方的房子别说卖了，送人都送不出去，因为谁去了那里，去了干什么？可能有人会搬出移民这张牌，说未来台湾可以引进移民来补充人口，这样房屋市场就有救了。理论上没错，
世界上确实有国家靠移民维持人口和经济活力，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和加拿大。但你看看台湾的现实，台湾对移民的开放程度远不如这些国家。社会观念上，很多人对外来移民还是有很大的保留。法规制度上，台湾的移民政策也远不如欧美成熟。就算未来真的大幅开放移民，你觉得来的人会去买苗栗的老公寓，还是屏东的透天厝？他们也是往台北、台中、高雄挤啊，因为工作机会在那里。所以移民牌能不能打，能打多大，都还是大问号。也有人把希望寄托在都市更新和危老重建上。确实，政府这几年积极推动都更和危老条例，希望让老旧建筑重获新生，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你看看都更的推动速度就知道了，一个都更案子从整合到完工，动辄10年起跳，碰到几个不同意的住户，那就是20年、30年，甚至无限期搁置。台北市推了这么多年，都更真正完成的案件占全部老屋的比例还是个位数百分比。而且你想过没有，都更重建后的新房子单价更高，总价更高。在一个人口萎缩的市场里，这些高价新房的去化压力只会更大，等于你把问题从老房卖不掉换成了新房卖不掉，本质上并没有解决供需失衡的根本问题。那政府打房呢？很多人呼吁政府课更重的税，逼囤房族把房子抛出来。2023年推出的囤房税 2.0 确实对持有多屋的人增加了成本，但你冷静想一想，如果市场上已经供过于求了，逼更多人把房子抛出来，不就是让供给更多吗？这不是加速那个卖不掉的结局吗？打房政策在房价快速上涨的时期是有道理的，可以抑制投机炒作，但在一个即将进入结构性需求萎缩的市场里，打房可能反而是在压垮最后一根稻草。这就像你在一艘已经在漏水的船上拼命往里面倒水，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说到底，台湾房地产面临的不是一个短期的景气循环问题，不是说利率降了房价就会回来，不是说政策松了市场就会复苏，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的根源就是人口，人口决定需求，需求决定价格，价格决定流动性。当人口这个最底层的变数开始不可逆地萎缩，上面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动摇。让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2025年台湾的出生人数大概还是在13万左右徘徊，这意味着2055年的时候，这批人才30岁，正好是传统的首购年龄。但那时候台湾的总人口可能已经只剩下不到2000万，而且其中超过1/3是老人。你觉得那时候的房屋市场会是什么光景？不用太多想象力，看看现在的日本乡下就知道了。那些空荡荡的商店街，那些长满杂草的庭院，那些贴着出售告示但永远没人问的老房子，那就是我们20年、30年后的样子。不，也许我说的太悲观了，也许科技发展会改变一切，也许远距工作会让人口重新分散到乡镇，也许 AI 和自动化会创造出全新的经济模式，这些可能性都存在，我不否认。但即使这些最乐观的情境真的发生，他们也改变不了一个根本事实，就是台湾的人口在减少。你可以让每个人住得更好，但你没办法变出更多的人来买房。所以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好几间房子，尤其是那些位于非精华地段、屋龄偏高、周边机能逐渐衰退的物件，你可能需要非常认真的思考一下了。趁现在市场上还有买气，还有人愿意接手的时候，是不是该做个决定了？因为再过10年、20年，那扇卖出的窗口可能就永远关上了。到那时候，你手上的房子不是资产，是一个每年要缴税、要维护但永远甩不掉的负担。而如果你是年轻人，正在为买不起房而焦虑，我反而想跟你说一句可能有点反直觉的话，也许你不需要那么着急。我不是说不用买，自住的需求当然存在，有一个自己的家当然很好，但当整个市场的供需结构正在悄悄翻转的时候，时间其实站在你这边。你每多等1年，市场上的房子就多一些，竞争的买家就少一些。那些囤了一堆房子的投资客，他们才是真正等不起的人。你看他们现在还在撑着不降价，但撑到后面会发现不是价格的问题，是根本没有人来问。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原来这场游戏的规则早就不一样了。而且说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对买房这件事的心态也在改变。你问20年前的年轻人，他们会告诉你买房是人生必做清单的第一名。但你问现在20几、30岁的人，很多人的回答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买？租房不好吗？把买房的头期款拿去投资不好吗？拿去环游世界不好吗？拿去创业不好吗？这不是躺平，这是一种价值观的根本转变。当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把买房当成人生唯一目标的时候，房屋市场的需求又少了一大块。你说这些年轻人以后长大了就会想买了，也许吧，但到那时候他们的父母可能已经留了好几间房子给他们了，他们根本不需要买。当然我必须强调，好的地段、好的产品永远有市场。台北市中心的精华区、新竹科学园区附近的住宅、台中七期，这些地方因为有强劲的就业支撑和生活机能，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卖不掉的问题。但这些地方的房价本来就不是一般人能触及的，所以这个讨论对大多数人来说意义不大。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能买得起的，正好就是那些未来最可能卖不掉的。这才是整件事最讽刺也最残酷的地方。我们再拉远一点来看，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这是整个东亚的问题。日本走在最前面，已经深陷其中，韩国紧随其后，首尔以外的房价已经开始明显下跌。中国大陆更不用说了，除了几个一线城市，很多2、3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一片惨淡。你去看看鹤岗，那个中国东北的小城市，一间房子几万块人民币就能买到，换算成台币大概就是一台机车的价钱。你以为鹤岗是特例吗？不是，鹤岗只是走得比较前面而已，后面还有一大排城市在同一条路上。台湾只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环。整个东亚的低生育率和高龄化正在从根本上重塑这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房地产作为最大宗的资产类别首当其冲。有人会说，台湾跟中国大陆不一样，台湾有半导体产业撑着，有台积电在，经济不会差到哪里去。这话也有道理，台积电确实是台湾经济的护国神山，但你想想看，台积电的光环能照到多远？新竹、台南、高雄的部分区域，也许确实因为台积电效应而房价坚挺，但那些距离科学园区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呢？那些跟高科技产业完全沾不上边的农业乡镇呢？一座护国神山就得了全台湾300多个乡镇市区吗？最后回到我们的标题，台湾很多房未来不是跌，是卖不掉。这句话听起来骇人，但所有的数据、所有的人口趋势、所有其他国家走过的路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我们不是在预测未来，我们只是在阅读一张已经摊开在桌上的地图，地图上的路线清清楚楚，终点也看得见。至于你要继续往那个方向走，还是趁现在换一条路，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有人说，最可怕的不是风暴来临，而是风暴来临之前，你还以为天气很好。台湾的房地产市场现在看起来还风平浪静，房价还在高档，建商还在抢地，投资客还在进场，但海平面底下的暗流已经在涌动了。人口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在倒数。等到大多数人都意识到问题的时候，那扇窗口可能已经关上了。所以今天这支影片不是要制造恐慌，而是希望每一个看到的人能够用比较清醒的眼光来看待台湾的房地产，不要被过去30年的经验绑架，不要被那些漂亮的样品屋和销售话术催眠。那些接待中心里笑容满面的销售人员不会告诉你20年后这个社区可能剩不到一半的住户。那些精美的建案 DM 上面不会写着附近的学校可能在10年内废校，他们只会告诉你现在不买以后更贵，只会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批优惠价。但真相是，在一个人口持续萎缩的社会里，房子只会越来越多，买家只会越来越少。睁开眼睛看一看人口数字，看一看日本的今天，然后想想台湾的明天，你手上的那间房子到底是资产还是未来20年甩不掉的包袱？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急迫。